朋友们，有很多的修行人呢，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总是得不到家人朋友的理解，于是呢，总感觉身边乱哄哄的，不清静，想静心都静不下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万物一体的角度来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问题。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修行都想错了，要知道修行不是天天打坐冥想佛言佛语，而是你对家人朋友真的有所改变了。如果你在修行路上越来越得不到家人的理解，甚至想要逃离家庭，去找个清静点的地方，就证明你修错了。什么是修行？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。为什么要修？因为之前的习性让你痛苦，只有每个念头改变了，语言行动跟着变，你的生活才能变。修行不是我们又学了一门新知识，天天背诵默写做练习，就为了能考个100分。没人考你，生活就是你的考题，也是你的得分，你越过越幸福，看谁都顺眼了，别人也越来越喜欢你亲近你，甚至想跟你学习，你就修对了。如果正相反，你就是修错了。其实修行没有那么高深复杂，总结一句话，不过是去掉一个我字。因为真相中无我，天人合一，你就是天，天就是你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本就清净，本就圆满。是因为有了我，你才困在了人道。想想你的每个起心动念，不都是站在我的视角去分出了个好坏对错得失，才有了执着，求而不得才会痛苦，不是吗？所以修行不过是去掉那个我。为什么很多人都理解不了万物与我一体？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给定义了，活在了小我。比如我就是一个企业的经理，我就是一个卖煎饼的，我就是一个服务员，我就是一位工人。就是只要我们把自己定义为向上的角色，我们就永远理解不了万物与我一体。你看什么是布施？布施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自他不二，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心的投射，心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，才是真的你。心就像一面镜子，当我们知道我的本来面目就是镜子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问题一下就解决了？外面的一切都是镜子照出来的影像，这个影像在哪里？是不是在镜子里？父母在哪里？孩子在哪里？陌生人在哪里？花草树木日月星辰在哪里？全在镜子里。那他们是不是镜子里的一部分？是镜子的一部分。那它是不是也是镜子？就类似于土豆丝是不是土豆？这就是万物一体，无二无别。当我们把心看作镜子的时候，窗外黄花莫非镜子，庭外翠竹莫非镜子，万事万物莫非镜子，家亲眷属莫非镜子。所以哪有什么你的孩子、老公、父母、公婆，人人都是你。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一个杯子，一口空气都是你。再举个例子，你看到别人开心，你也会开心；你看到别人痛苦，你也会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开心或者痛苦皆在我的心里，所以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特别的舒服，因为你的爱是从镜子里出来的，然后又爱到了镜子里。所以我们说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，出即是返。同理，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会难过？因为恨是从镜子里发出来的，最终又返到了镜子里。所以你对别人好，就是对自己好。实际上哪有什么出和返，一切都是你。所以爱者有福。当你爱的时候，
你的福就产生了。所以我们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的人，是从哪里开始？就是从我们的心里开始升起幸福感。当你升起幸福感的时候，幸福当即就产生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与万物一体，无二无别，无有分割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想让自己快乐，想让自己幸福，就简单很多了？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讲，世间的所有事情都可以讲通。所以你要想快乐，不是在外面要一个快乐，而是内心升起快乐。你要想幸福，也不是从外面找一个幸福，而是内心升起幸福感。你要想平顺，不是诸事平顺，而是我心中平顺。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一切法由心想生。这个法里面就代表我们有爱恨情仇，就代表我们有喜怒哀乐，就代表我们有危险也有平安。你想生什么，那就去享受什么，就去承受什么，就去获得什么，特别的简单。所以哪有什么家人朋友不理解我们？这样想还是有了人我的分别，还是在小我的角度上，已经没有在修行了。家人就是你呀，孩子需要什么，爱人需要什么，你想过吗？我们看过很多类似的电影和一些小短片，就是一个人他本来做了一件好事情，但是当别人来问的时候，他不敢承认。虽然自己付出了很多，但是就不敢承认。大家可以感觉一下，当我们对我们自身从来都不认可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自己无丝毫价值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自己1分钱都不值的时候，人生还有意思吗？人生还有意义吗？所以很多人走向了绝路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大多都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大多都是觉得自己没有用，大多都是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毫无意义。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了价值，没有价值就不会有希望，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动力。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就会选择要么把自己蜷缩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，要么他要让自己离开这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。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现在是在说我们自己，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其实面对着我们的孩子，面对着我们的伴侣，面对着我们身边的朋友，也在做让他觉得他没有价值的事情，也在说让他觉得他不值钱的语言。我们刚才是在说自己觉得自己好委屈，但是我们有没有也在做让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伴侣，让我们的父母，让我们身边的朋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事情和言语？所以不断的轮转。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说在一次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上，有2个将军呢，最后被推举出来领军。但是国王和背后的团队呢，都在纠结用谁来领军。这时候，有人呢就给国王出了一个主意，说何不让国内那位智者来出主意呢？国王一听有道理，因为他们国家有一位智者，当年这个国王请了很多次，想让这个智者来皇宫帮他一起治理国家，但是智者没有同意。所以由此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什么人会让人特别的敬仰？于财色名利如如不动的人，特别容易让人敬仰。所以这位智者呢，深受皇上和整个皇宫人的青睐和敬佩。因为当年找他来做大官，他不做，所以大家说让这位智者来帮他们选一选，是让哪个将军出征，关乎着国家的存亡，关乎着国家的前途。那么作为智者当然是义不容辞，所以很快就来了。大家把这个情况给这个智者说了，智者说那行，我也不能马上帮你们去做这个决定，能不能安排让我和2位将军分别见个面，跟他们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，
大家同意了。于是第二天上午，他就跟第一位将军先见了个面。结果他跟这位将军见的这一面，整整3、4个小时都没有出来。大家就觉得是不是这位将军能力很强？果然出来后，大家问智者说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智者说：“老夫活了100多岁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人。此人非但军事了得，而且政治了得，上战场绝对是3军不可挡。”这样一描述，大家就想，那如果这样讲的话，第二位将军就没有必要见面了啊。智者说不急，第二位将军还是要见的。于是第3天就安排了他跟第二位将军见了面。果然这场见面不到20分钟就出来了。大家一看，觉得那这事就定了，肯定是第一位将军来领兵。结果到最后，智者却说要选第二位将军。国王和大臣们都惊呆了，急忙问道：“难道第二位将军比第一位将军更厉害吗？”智者说：“没有，我见到第二位将军以后，我仍旧觉得第一位将军是这个国家最厉害的将军。”众人更加不解了：“那什么，你还要选第二位呢？”智者说：“因为他让我觉得我是最厉害的人。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第一位将军是最厉害的人，第二位将军是让我觉得我是最厉害的人。听懂了没有？如果让第一位将军带3万人打仗，他只能是一个厉害的将军；如果让第二位将军去打仗，他带3万人就是3万个最厉害的兵。什么叫高人？高人不是自己很厉害，而是所有跟他接触的人，高人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。力量不是我能跋山涉水，而是让所有人因为你产生了力量。优秀不是你多优秀，而是因为你让所有跟你有接触的人都优秀起来。强大不是我强大，而是让所有跟我接触的人都强大起来。大家有没有对自己的爱人说过，你在这个家多么的重要？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说过，你其实真的很棒？有没有告诉周边稍微有一点点低落的人说，其实我在你这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？这才叫做修行，把学到的智慧用到生活中。生活即道场，远离了生活，就算你能打坐5个小时不动心，一结束还是无法过好生活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没去掉，你不过是换了种方式再去执着，让你生利他心，去布施，就是让你明白一切都是你，自他不二。从一睁眼就可以开始练习，为家人、为工作、为同事等等，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？一句赞美就能让他们开心半天，一句鼓励就能让他一天有劲儿。当你真的这么做时，你看看家庭氛围有没有变，看看孩子愿不愿意跟你说心里话，看看父母公婆是不是跟你更亲近了，你会被爱满满的包围。这就是活出了幸福，这才是真的在修行。这时家人朋友怎么会反对你呢？支持还来不及，甚至还要跟你学起来。所以根本不用去改变别人，只要你自己将学到的智慧用在生活中，去改变自己的起心动念、语言、行动，一切就跟着改变了。生活才是道场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